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妈刚去世，我爸的小三就带着私生女上门了。我穿着一身黑衣，看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两人。现在法律改了，私生女也有继承权。我爸眼神闪躲的不敢看我。我忽然笑了，继承权是吧？行啊，那我爸的债务你们就继承好了。我肿着一双核桃眼送走了来我家哀悼的最后一位客人。家里归于平静，一切装设陈列照旧，唯独不同的是，我妈黑白的照片被挂在了墙上。那袭在葬礼上所穿的黑衣还未来得及换下，家里便来了不速之客。小三带着私生女，花枝招展且趾高气昂地上门了。像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小三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他当我不存在一般，甫一进门便冲到了我爹怀里嘤嘤哭泣。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呜呜呜，我们坚持下来了。声泪俱下，神色凄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妈死了。我爸动作略显僵硬地拍打他的后背，而后眼神闪躲地看我，将心虚写在了脸上。我环胸冷笑。关于我爸出轨这事，我并不感到惊讶。毕竟这2年，因为各种观念的缘故，我爸和我妈的婚姻早就走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他不过是碍于给外界树立的宠妻人设，不肯离婚罢了。毕竟可是吃了不少红利呢。但我没想到，我爸竟会如此按捺不住。我妈尸骨未寒，他就敢让小三带着私生女大摇大摆地进门。问题是，这私生女我还认识，大设计系大2，我的直系学妹，只比我小3岁，叫张汉淡。所以我爸就没专心爱过我妈几年。我一时之间都分不清他是否是薄情易变之人了。他这般待我妈，却肯与小三纠缠这么多年，我心如坠冰窖，一股寒气从头钻到了脚底。多不值得呀！我妈的这些年究竟算什么呢？她当年顶着所有人的压力，不惜冒着与外公决裂的风险，义无反顾地嫁给我爸。这些年陪我爸白手起家，带领公司一步步壮大。他身子在一次次为公司日夜颠倒，终早就垮了下去，换来的确实这般下场。我忍着心底泛起的恶寒，故作淡定地将方才烧开的热水倒进玻璃杯，神色不见异样，沉着问道：“爸爸，家里来客人了，不介绍一下吗？”我爸肉眼可见的神色更心虚了。倒是小三眼泪一抹，从我爸怀里退出，看我的眼神俨然有了当家主母那味道。什么客人？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你妈现在没了，我成为你爸下一任妻子是理所应当的事。他说的冠冕堂皇，一方面是脸皮厚度惊人，另一方面当然是我爸给的底气。我嘲讽似的掀了掀唇，微凉的眸光落在了张汉淡脸上。那你呢？你妈要结婚，你跟着来干什么？陪嫁呀！张汉淡脸色一变，当着我爸的面不好发作，他只能隐忍着，故作委屈。我也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啊，只不过无可奈何流落在外。爸爸缺席了我生活这么多年，如今这个家门都还是踏不进来吗？我爸一听，愧疚感油然而生，赶忙插话：“浅浅，你妈才刚走，别在家里闹了，你别吓着你妹妹，也辛苦她还记得我妈刚走呢。”我压抑着内心翻涌着的情绪，因为愤怒，指尖都控制不住颤抖。妹妹，我握紧双拳，由于用力，指甲都嵌进掌心细肉里。私生女也算我妹妹，
有了我爸撑腰，张汉蛋底气足了些，话说的更是理所应当道。现在法律变了，私生女也有继承权。我笑了，继承权是吧？那我爸的债务你也继承好了。大概是我爹给的够多，小三保养得当，如今年过40，但犹存30岁女人的风情，尤其是望向我爹的那双眼，波光流转，妩媚风情，放古代青楼高低的是个头牌，所以我爹才被迷得找不到北。他把我爹当土老板，当他跻身上流社会的垫脚石，自然会使尽浑身解数留住我爹，因此才会迫不及待、着急忙慌地带着私生女上门，怕是做梦都在等这一天吧。不过可惜，母女俩打错算盘了，空手套白狼也不是那么好得的。公司名义上虽是我爹地，可这公司从成立以来注入的都是我妈的心血。如今行业内卷眼中，国际市场打开，审美变通，时代更迭，我爸墨守成规思想老就使得他搭不上新时代的快船，公司到如今已经是濒临破产，走向末路。我爸手中哪儿还有钱流转？怕是用不了多久，失信名单上我爸的名字就会赫然在列了，而这公司基本也很快变为空壳，我爸很有可能随时扔下烂摊子跑路。他既然这么想继承，就留给他好了，我可不稀罕，不想看到这母女俩恶心的嘴脸，更不想看我爸心虚的表情。我当即欲要转身进屋，收拾东西，带着我妈的遗物远离这破摊子。我爸见我神色坚决，不由皱眉：“你去哪儿？这里才是你的家。”说的倒是冠冕堂皇，这个家我可不稀罕。这是你们的家，跟我没关系。我跟我妈给你腾地方。我爸大男子主义，又被我在情人面前这么一噎，感觉丢了面子，气得够呛。小三儿赶忙贴心上前：“别跟孩子一般见识，浅浅一定是心里接受不了才这样的。我知道，这都怪我。”张汉蛋也瞅准时机添油加醋：“姐姐可能是怕我跟她抢家产吧？其实我只想待在爸爸身边。不愧是小三所处，这副绿茶做派被他学了个10成10。”我爸左手小情人，右手小棉袄，那点微不足道的愧疚早就烟消云散了。我懒得欣赏这出大戏，抬不上楼。楼下传来张汉蛋假惺惺的安慰：“爸爸，你别生气，别生气，我上楼看看姐姐。”小三也柔弱开口：“都怪我，不该这么早来的。”我爸感动得泪眼汪汪：“还是你最体谅我，我这一生所求不过是个知心人儿。”张汉蛋跟着我的步伐上楼了，在我爹看不到的地方，他虚伪的面具一撕，整个人也尖锐了起来。“你是想跟爸爸卖惨吗？我劝你别耍花招，你老老实实的，我和妈妈可能还会施舍你点什么。你要不老实，这个家里的东西你一点都别想拿走，是吗？”我居高临下看着只有地雷高的张汉蛋，神色嘲讽不屑：“这个家里目前所有的东西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张汉蛋眸中狠戾一闪而过：“那你要怪就怪你妈不争气，走得太早了，给你留不下什么。从现在开始，这个家的所有东西就是我的。”我说的，我没空跟他唇枪舌剑。他想示威，我可以最多当作被狗咬了，可他绝不能提我妈，他不配。我向他勾了勾手：“来来来，你过来，咱俩谈谈。”张汉蛋傲慢着向前走了2步，因为身高差异，他还得仰着脖子看我。我看着这张漂亮且嚣张的脸蛋，抬手就是一巴掌，力道之大，我手心发麻。张汉蛋
更是没站住，歪着身子倒在了地上，一声惨叫在别墅里盘桓。我将行李箱一合，看都没看他一眼，快步下楼，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没有妈妈后，这里就不再是我的家。我爸和小三闻声正要往楼上赶，楼梯口与我正面相照。小三目光急切：“你把汉蛋怎么了？”话音刚落，张汉蛋捂着通红的半张脸下楼，一双眼泛红落泪。我见犹怜。姐姐打了我。小三神色一变，颤抖着手指着我，招牌眼泪说落就落。你有什么宠着我来？你为什么要打你妹妹呀？你有本事打我呀，还有这好事。我言听计从，扬手又是一巴掌。小三和张汉蛋都傻眼了。我爸怒目圆睁，下意识将手高高举起，却又在我冷淡的注视下僵硬在半空。他喘着粗气：“你真要走？我可以不计较你今晚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你要走，我就当再没你这个女儿。”我撞开挡路的小三，大步流星地离开了。2分钟后，我又再度现身客厅。我爸眼睛一亮，想通了：“不是，我来拿走我妈的照片。”说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我妈挂在墙上的遗照取下。我爸连看照片缅怀我妈的资格都不配。回头之际，我欲要斩断与这个家最后的牵连，却意外看到了小三与张汉蛋得意的嘴脸。他们得意什么呢？觉得挑拨了我与我爸的关系，觉得我被扫地出门，狼狈离去。笑死！他们怕是不知道，姐手里握着的可比那破烂公司值钱多了。那时公司形势向好，我妈掌握着公司大权，将一半的家底存为死期放进了银行，最后转入了我的名下。再后来公司越做越大，我爸和我妈在公司形象与发展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几次3番争吵后，我妈有先见之明，转手抛了公司股份，并紧接着自己成立了一家珠宝设计工作室。可无奈工作室刚刚步入发展，我妈就倒下了。病榻之上，弥留之际，我妈紧握着我的手，将工作室托付给我。我抱紧了我妈的照片。因为离家突然，我来不及找房子，只好拖着行李箱先回到了工作室。工作室刚刚成立不久，连我在内设计师也只有2个。另外一个设计师之所以留在这里，还是因为我妈的缘故。我妈早年的设计作品在国内反应很响，甚至在国外都引起了一阵小风波。这位远在海外的设计师彼时正值瓶颈，曾一度想过放弃，正是因为受到了我妈的启蒙，才坚持了下来，并设计出堪称完美的毕业作品，至今被学校博物馆收录。因此对我妈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与偶像滤镜，这才会甫一毕业便选择加入到我妈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工作室。凌晨2点，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工作室门口，工作室灯火通明，透过落地玻璃，依稀能看到周卓清埋案的身影。我的出现打乱了他的思绪。周卓清抬头，一张俊颜堪称完美，碧玉有瑕，那双桃花眼底泛着红血丝，眼皮略带红肿。面面相觑，我俩都有些呆愣。事实上，我是毕业后才接触到他的，至今也不过短短1个月的时间，并不相熟。只知道他跟我妈感情很好。我妈葬礼上同样是一袭黑衣，他在人群中却格外显眼，颇有种鹤立鸡群的味道。明明周边人都自动成了他的背景，却又那么的格格不入。
在一群人打着节哀的幌子，实则虚伪寒暄探讨商业时，周卓清太沉默了。他一言不发，只越过喧嚣的人群，献上了一朵白花，然后又好似没来过般，沉默地离去。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过来了？沉默相望片刻，我俩几乎同一时间开口。他骨节分明的手接过我的行李箱，弯身的那一刻，高阔的身影笼罩着我，鼻翼间充斥着他衣服好闻的皂香，隐隐夹杂了些酒气。再结合他透红的双眼，不难猜出，我妈的离世与他而言亦是痛苦难挨，像是找到了盟友。在这一刻，我内心竟然升起一丝归属感。我眨着泛红的双眼，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周卓清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你离家出走了。我没答话，越过他拿起桌上他还未开封的2瓶烈酒，干净利落地利用坚硬的桌角撬开瓶口，酒味蔓延。我仰头猛灌了一口，把另外1瓶递到周卓清面前。咱俩一块喝点。烈酒饶舌，我喉间都被灼得发痛，这种感觉却很过瘾，让我压抑的痛苦终于有了突破口。憋了一晚上的眼泪终于滚滚而落。我没有妈妈了，也没有家了。周卓清只是拧眉看着我，他没接话，我干脆又仰头灌了一杯。我太需要一个聆听者了，也太需要一个宣泄口。然而就当我要灌第3口的时候，周卓清抬手抽走了掌心的酒瓶。身高优势，他只需1台币，我怎样踮脚都够不到。他叹气，别喝了，老师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的。我摇摇头，嗓音带了些哽咽，解释道，我不是要自暴自弃，相反，我还会更加努力。我要把我妈未完成的作品完成，要把我妈的工作室壮大，要那对狗母女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果然是写了一串我不认识字母的国外烈酒，才2口我就有些上头了。也许是酒精缘故，又或是眼泪作祟，我渐渐看不清周卓清的脸了。视线朦胧间，我抓住他手臂，你知道吗？你是我妈葬礼上唯一一个真心的人。周卓清隐忍看我，老师是我的恩人，他对我的帮助，我恐怕再也还不清了。他口中的恩情，就是我妈的作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灵感而已。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让周卓清记到现在。而我爸却可以将陪着自己白手起家的妻子抛至脑后，转身拥抱了他人。到底什么是人性呢？我也搞不明白。我极力控制住自己，让自己情绪相对稳定。你的才华如今被困在这小小的工作室，实在有些埋没。如今我妈走了，这个工作室跟着我一个初出茅庐的丫头，前途未卜。我虽有心，却不能要求你陪我冒险。周卓清，你走吧，你有大好的前途，你去追寻你的梦想。周卓清扶住我因醉酒而颤抖的身子，他目光定定地落在我身上，眸底是一片坚毅。我们有共同的梦想，我也希望老师未完成的作品可以成功问世，亦希望老师留下的这工作室可以博取一片天地。一个刚刚问世的工作室，在诸多知名企业里想出头实在太难了。在时尚设计圈，往往重要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品牌的影响力。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先打开影响力。所幸我妈工作室里还留了2张时尚交流晚宴的入场券，时间正是今天。虽说看似是非商业性的交流晚宴，
但实则进出的要么就是圈内鼎鼎有名的设计师，要么就是实力雄厚又想寻求合作的大公司。仔细收拾了一番后，我与周卓清准时到达宴会厅。上一次来参加这种宴会，还是跟着我妈一起来的，那时候什么都不用管，只需找个角落胡吃海塞就好。冤家路窄，甫一进门便看到了我爸挽着张汉蛋。张汉蛋目光在宴会厅疯狂流转，眼神晶亮，宛如在寻找猎物。知道的以为是我爸带他来见世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来给我爸钓金龟婿呢。也是，张汉蛋跟我一样，同学设计，虽然才大一，早一些接触人脉也是好的。我爸倒还真是疼他，自己都在行业里臭名昭著了，还想着拉张汉蛋一把。不想与他俩打照面，我转身欲走，然而张汉蛋似乎很想恶心我，人群中扭动着腰肢向我走来。姐姐，这要巧，你也在这了，我就知道爸爸不可能不管你，还把邀请函给你了。邀请函是我妈留下的，和我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爸也跟了过来，他眉心一皱，开口就是质问：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带你妹妹来扩展人脉，你最好别来捣乱。我目光轻飘飘落在了张汉蛋身上，就他的设计作品，有人脉也没用。我爸脸色一变，正要呵斥我，远处走来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一副无框眼镜衬的人越发精明。是我爸当年公司的死对头，不过后来我爸公司落寞，这家也就一家独大了。他单手扶了扶眼镜，一副笑面虎姿态，老远就觉得眼熟。我当时谁？原来是张总啊！我爸神色实在说不上好看。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我冲着男人甜甜一笑：王叔叔好，好久不见。王林颇为惊讶地看我：哟，我们浅浅已经长这么大了，该是毕业了吧？说着，他又把目光落在了张汉蛋身上。王林故作疑惑：张总旁边怎么还有个明艳的小美人啊？怎么不介绍介绍？张汉蛋看不清局势，迫不及待地展现自己，学着我的样子开口道：王叔叔好，我爸带我来认认人。你爸？王林挑眉，他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讽刺拉满：我咋没听说你啥时候生的二胎呀？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我说你小子藏得真好，圈子里的龌龊事他会不知道，无非是诚心恶心我爸罢了。果然，他们父女二人神色肉眼可见地复杂了起来。偏偏我爸还得克制着，只好陪着笑，顾左右而言他。是啊，我带2个孩子扩展一下人脉，她们姐妹俩都是学设计的，以后也好为公司效力。此时不打我爸的脸，更待何时？我盈盈一笑：错了，我今天是带着自己的工作室来的。说着，我将名片递上，听说王叔叔有意要出新品，有空可以联系我。其实我并不指望靠着王林开张，但如今我爸公司风雨飘摇，我妈刚去世，我爸便带着私生女大摇大摆，我又在这时候独立出了工作室，很难不成为上层社会茶余饭后的谈资。八卦也好，怀疑有他也罢，王林一定会把消息放出去。王林走后，我爸指着我鼻子，咬牙斥责我：你诚心让我守着他丢面子是不是？如今公司这么缺出圈的设计，你不回来帮我，倒是翅膀硬了，想着单飞了。我轻轻抬手，将我爸略带颤抖的手指挥开，神色坦然：你的公司跟我可没什么关系。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晚咱们都说得够清楚了，你的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爸怒目圆睁，汉蛋还未毕业就想着为公司分忧，你倒好，白眼狼一个，这个公司也是你妈一生的心血，你也可以放任不管。他还有脸提我妈？我妈当年做高端设计线做得好好的，是我爸见行业竞争压力大，国外奢侈品牌影响力强，硬生生退缩了，不仅放弃了高端线，走大批量廉价设计，还涉嫌盗取其他公司创意。我冷笑，我妈的心血是走向国际大牌，可不是跟要饭的一样东拼西凑出新品，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想跟我爸白白浪费口舌，正准备提群离去找周卓清，身后却响起我爸不屑的声音：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片子就可以把工作室做起来？你以为是过家家呢？我脚步一顿，只侧目看他，您可以试试看。王林没让我失望。很快我独立出去开工作室的消息便传了出去，再加上我妈的影响力以及我在学校的影响力，就连导师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与导师素来感情深厚，他待我宛若亲生，对于我工作室的事情更是上心。9月份有国内高级珠宝设计的大赛，但这个比赛并非面向全国设计师的，由于是大公司联合举办，面向群众也都是些坐班大公司的设计师，又或是已经在国内国际上取得成绩的人。像我们这种工作室连参赛机会都没有。导师闻言大手一挥，让我以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将工作室与学校设计挂钩，成功报名了比赛。这次比赛不单单是为了打开工作室名声，更是为了将我妈去世之前留下的设计草稿得以问世。是否取得成绩已经不重要了，我只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妈，记住这个曾经掌握时尚设计圈一手资源的女人。我妈的作品极具有个人特色，以及展现的是她个人灵魂的魅力。参赛不可用半成品，还需我与周卓清在我妈留有的草稿基础上加以完善。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周卓清将草稿推至我面前，老师生前的作品理应由你延续，这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其实我已经看到周卓清的成品了。我妈去世这段时间，我与周卓清的状态都不算好，彻夜难眠的每个夜晚，我为工作室的前途发愁。周卓清就是点亮室内的灯，在桌前一坐就是一晚上。他的梦想也是将我妈未完成的作品展现给世人。如今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他却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眼眶发热，忍不住哽咽。你知不知道这个大赛对你而言也很重要啊？你要是出面，这个作品只要稍有些热度，你便可以借着我妈的名义平步青云了，懂不懂？多少公司排着队挖你，何况以周卓清的实力，本不需要靠比赛的名义，他只要随便找一家公司发去设计草稿，都会有大好前程。周卓清神色淡淡，宛若站在名利场之外。我的所有成就都是因为受了老师的影响。浅浅，我们做这些是为了老师的梦想，因为过于在意，我不敢草草下笔，越是沉思，越是纠结，怕离我妈最开始的想法越走越远。与导师灵感沟通时，他得知我此刻的状态，安慰我道：你就是顾虑太多了，突发奇想才叫灵感，细细沉思是构造。有时候下笔讲究一时意气的，我上哪找这份义气去啊？身上的担子宛若千斤重，我不想低头，却步步紧逼自己。
导师一个电话打来，咱们院前段时间来了个新讲师，他的课基本都是人满为患的，思想很独特，你有空可以来听听，或许有帮助。周卓清当年也是受了我母亲的启发，才有了新的灵感的。不去听听，又怎么不知道哪位讲师不是我的伯乐呢？我当即打了个车，又回到了久违的校园。我又碰到了阴魂不散的张汉旦，他抱着书，笑意盈盈地跟同伴聊天，神色傲娇如孔雀。同伴一脸羡慕：好羡慕你啊，汉旦，家里有钱又有人脉，一点压力没有。张汉旦尾巴都要翘上天了，故作谦虚道：没有了，我压力也很大的，我爸就想着我赶紧毕业去他公司里上班呢。可我真的想自己闯闯。同伴悄悄转头，白眼翻上了天。我遥遥走在他身后，没想竟与张汉旦进了同一间教室。诚如导师所言，这间教室人满为患，甚至一向摆烂的大学生还争相往前排挤，足以见得这位讲师在同学心目中的地位。人声鼎沸，耳边传来的是各路同学的窃窃私语。这本课我光看脸都看不够，咱们学校出息了，上哪儿淘的这么个大宝贝讲师啊？正当我好奇到底是何方神圣时，教室蓦地安静了下来。门口处，一袭黑色风衣的男人踏门而入，窗外阳光在他浓密的睫毛处跳跃，周卓清整个人宛若镀了一层金光。他气质卓然，神色冷峻。我在教室最后排，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所以导师所说的讲师是他，你小子还有不少马甲呢。他低沉的嗓音响起，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很多人对时尚有误解，认为它是高端的，可我们要知道，时尚并非是被所谓的上流社会垄断的，轻奢时尚也是时尚，平民时尚也是时尚。如果把设计的目标只放在所谓的顶尖，那么还有一个误解，大多数人认为大众时尚是俗气的、烂大街的，甚至很多人把它与地摊货混为一谈。我听着他在台上侃侃而谈，内心大受震撼。如是讲，我也一直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天所想的设计，尽是关于如何将产品设计的高端又新颖，在高奢品牌中脱颖而出。可事实上，追求时尚的并不仅仅是高薪阶级。如是想着，我这急忙慌的自包里掏出草稿本，当即改了起来。下课铃响起，如果现在冲过去跟周卓清打招呼的话，难免会被同学议论。我干脆收拾好东西，打算安静地过来，安静地离开。临走之前，我到导师办公室致谢。哪知导师有意让我认识周卓清，我推开门的一瞬间，便看到了沙发处的男人。他握着茶杯，正在与导师谈笑风生。四目相对，我俩神色都略带错愕。只有导师向我热情挥手：浅浅来了，来，不是说听了这周讲师的课收获颇丰吗？我特地把周老师叫过来了，你还有什么问题直接当面问。周卓清视线未离开我，他起身：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小声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你的课呀。导师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你俩认识啊？肉眼可见的，导师落在我俩身上的目光暧昧了起来。他眨了眨眼：认识好啊，多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周老师在设计上的水平我都自叹不如呢。那你俩认识，我就不多说些什么了，你们年轻人交流，我插不上话，我先走，把办公室留给你俩。
他言语上的撮合让我无端的脸颊发烫，我正要开口拒绝，哪知周卓清一掏车钥匙，几步走到我身边：“走吧，我们一起回去。”导师一拍手：“那也行，那就麻烦周老师送我不争气的学生回家了呀。”关门的一瞬间，我又听到导师疑惑的声音，他说：“一起回去，设计大赛如约举办，进出的大多都是叫得上名号的知名设计师。像我这种乳臭未干、初出茅庐的人，我是独一个。这场比赛在时尚圈含金量很高，若是有作品获奖，设计师不仅会声名鹊起，还会被各家公司正向签约，获得不菲的报酬。公司亦是可以打着获奖作品的旗号，在众多人关注的前提下顺利推出新品，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成为当季爆款。所以每位参赛选手都对获奖名次望眼欲穿，而我一个不知名工作室的设计师参加这种比赛，自然会被当作不知天高地厚来看待。甚至比赛现场上，上一位选手在发表完自己的设计理念后，公开 diss 我。最后我想说，我们这种比赛面向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公司、大品牌以及知名设计师，为什么我会在里面看到不知名工作室？是否会拉低比赛的档次与含金量呢？我怕传出去会让人笑话，胜之不武。在众目睽睽下，我淡定地拿着自己的设计上台。档次高低要看作品，而不是靠一张嘴来决定。说着，投影屏幕亮起，设计品的高清大图映入大家眼帘。图片上是一簇火苗形状的吊坠，吊坠里镶满了星星形状的碎钻。我深吸一口气，开始传达我的设计理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它代表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境，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自怨自艾，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底下有人发出质问：设计理念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你要让一群贵妇又或是富二代千金带着这个项链对外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他问得犀利，眼底尽是嘲弄，却很好地给了我解释一下段理念的台阶。没人规定时尚产品必须面对贵妇，我很不愿意给产品的受众定型，可如果非要说的话，像我这种普通人，难道就没有接触时尚的权利了吗？我想更多的普通人能感受到产品所传达的理念。质问的人被我回得哑口无言，场下议论纷纷。我吊着一口气，后背因为紧张而冒出的冷汗快要把衬衫湿透。评委的一番讨论后，掌声响起，台下受评委席带动，一时间如雷般的掌声此起彼伏。我在评委露出欣赏的表情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捧着奖杯的那一刻，我几乎要落泪。我真的做到了，我完成了我妈未完成的作品，我拿到了比赛的冠军，我成功打响了工作室的名号。有人欢喜，有人愁。最近关于我爸公司的新闻频繁登上财经报纸，他因为频繁抄袭而被骂上了热搜，1个月内洗接3家官司。这一番操作让公司本就平稳下滑的股票直接实现了大跌，甚至网上还出现了买了我爹公司股票的可以提前预约跳楼的言论。我爸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几次3番给我发消息，让我把获奖作品的版权拱手相让，让我立马给公司设计新的产品，让我将我妈还未完成的草稿统统交上。本事不大，要求还不少，我果断地拉黑了我爸。当晚，
我爸喝得醉醺醺地找上了我的工作室。我站在工作室门口，冷眼看他。他此刻早就没了理智，官司缠身，员工相继离职，银行不断催款。我爸如今已经万事缠身。他摇晃着身子，你妈那么热爱设计的一个人，死前肯定不只留了一幅草稿作品。你拿着你妈的草稿已经获得名利了，剩下的是不是也该让我沾沾光？我冷笑，你沾我妈的光沾的还不够多吗？出轨的时候，迫不及待领着小三进门的时候，怎么不想到今天呢？再说了，我妈的作品凭什么给你？我爸理直气壮，他的人都是我的，他的作品自然也是我的，就凭你。我妈的草稿送给你，你会怎么利用呢？是东拼西凑让它变得完整，还是干脆半成品直接由工厂打造啊？你也配吗？我爸恼羞成怒，几步上前，扬手就要打我。力量悬殊，我下意识闭上了眼。然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降临，身边疾风吹过，我只听到了我爸痛苦的低吟。睁眼便看到了周卓清的侧脸，男人轻而易举地攥住了我爹的手腕，他神色淡然，轻松得好似捏蚂蚁一样。我爸使尽浑身解数，挣脱不开，手腕处阵阵疼痛，他表情都狰狞了起来。他无能狂怒，破口大骂：你是哪里冒出来的野男人？我教育我闺女，有你什么事？这是我的家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否则我要报警了。报警！周卓清低声浅笑，冷冽的目光落在我爹脸上。叔叔要是想报警的话，我可以代劳。说着他松开我爹的手腕。事发突然，我爹还憋着力呢，一时间稳不住身子，向后踉跄了好几步。我爹指着周卓清就要放狠话，周卓清却淡然开口道：当街殴打他人，醉酒来别人工作室门口闹事，先不说叔叔已经触犯了法律，如果明早关于这事的新闻一出，很难保证这会不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明天晚上我就可以看到叔叔发布的破产通知。周卓清的话不是玩笑。我爸被吓到了，他讪讪地后退了2步，嚣张的气焰也熄灭了一半。眼见硬来不成，我爸打起了苦情牌：你真的要看到我跟你妈的心血化为泡影？这可是你妈的梦想，我跟你妈半生的努力呀！这个公司曾经真的是我妈的梦想。后来我爸只管自己决策，忽略我妈意见。我妈对这个公司的所有想法早就破灭了。现在我妈的梦想是我身后的这家工作室。爸爸，毁了我妈半生努力的人，从来都是你。我爸错愕地看我，我也是一心一意为了公司好，谁不想赚钱，谁不想跻身大企业？我有什么错？我不为所动地看着他。我劝你一句，做公司不是做人，不要又当又立。你要是想走高端线，那就好好的请设计师。如果总想着歪门左道白嫖他人，你还是转战义乌小商品城吧。我爸失魂落魄地走了。工作室门口只余我与周卓清2人。如今工作室总算步入正轨了，连日以来压在我胸口上的那块石头也终于小散，我终于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夜色中，他沉默着看我，我莫名有种安心的感觉。这一路走来坎坷不易，是周卓清陪着我的，哪怕他是为了我妈妈。周卓清，谢谢你在。夜里风起，吹在身上是冰冷的凉意。我瑟缩了一下身子，周卓清将外套披在我身上，鼻翼间尽是他身上的味道，宛若温玉。他嗓音低沉，
夜色里格外撩人。不客气，你说过的，我们是亲人。我心被酥酥麻麻地电了一下，也许是心不静了，我竟从他温润的尾音听出了些许旖旎的意味。当初说这话时，我遭遇家庭巨变，母亲去世，小三登堂，我拖着行李箱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心中郁闷不敢外露，一路坚持着回到我妈工作室，只见她在灯火通明中伏案忙碌的身影，那种感觉像是一下子找到了依靠。我拼命地想抓住的一根稻草，好像我在这浮沉人间还有牵绊。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点变味了呢？我没想到王林会出现在我工作室。作为我爸的死对头，我以为他会爱屋及乌，顺势看不上我这小工作室呢。哪知他一来便给我带了个大订单。果然，一个成功的商人比不可能像我爸一样没有超前的目光和深层次的思考力的。王林在我的获奖作品里看到的是商品影响力和市场力，想不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的水平可比你爸高多了。我浅浅一笑，这多亏了我妈，言外之意跟我爸没半毛钱关系。言归正传，王林直接将合同附上，多亏了你爸倒台，让我们公司茁壮发展。但人总归是有贪念的，我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珠宝公司，目前想发展高端服装。打响公司的第一枪，我便把目光放在了婚纱上。要想经济发展，就要有自己的经济链条。王林在珠宝上的影响力已经很高了，若是将珠宝与服装联系在一起，搭配推出，不仅可以提高服装公司的名气，还可以取得1+1等于2的效果。他计划每一季度公司都会推出一个系列，每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主题与理念，而后珠宝与服装搭配，相得益彰。王林新公司想推出的第一个系列名为纯爱系列，以婚纱为当季主打。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设计出一款与婚纱相适配的戒指与项链，设计理念要符合纯洁的爱情。因为合作来得突然，王林要的有比较急，我跟周卓清开始了加班加点。深夜1点，我俩各自坐在桌前写画画。两个单身狗要想设计出关于爱情的东西，实在是有些难为人。为此，我还把各国知名的爱情电影都看了一遍，寻找灵感。连续几版草稿都不甚满意，我筋疲力尽地趴在桌上，闭目回想电影里男女主交换戒指的场面。一回想二回想，我渐渐失去了意识。我妈去世后，我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稍一有动静就会惊醒。耳边传来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以及清浅的脚步声，我眼皮困得打架，可人已经醒了。下意识地抬手，却握住了一双温热宽厚的手掌。我朦胧地睁眼，周卓清的五官在眼前渐渐清晰，他漆黑的双眸中倒映着室内灯光与我呆愣的脸。周卓清耳间火速烧起了红，我是想给你披一件衣服的。依赖感泛滥，我脸下意识地靠近他，手掌摩擦，嗓音还带着刚睡醒的阴哑。好难啊，我一点灵感都没有。他看我的神色克制而又隐忍，发尾扫在周卓清手背上，周卓清磨砂把玩，浅浅。周卓清嗓音越发低沉，落在我耳边，字字都带了蛊惑的意味。真的没有灵感吗？我摇了摇头，一点都没有。我是不是太笨了？都说实践出真理，你要不要跟我结婚？我瞌睡一下跑了。周卓清目光灼灼看我，
格外认真。我沉溺在他晦暗的眼眸中，良久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只是为了工作吗？不，周卓清一字一句道，是蓄谋已久，是真的想娶你，是享有身份的光明正大的，跟你成为一家人。眼泪不争气的扑簌簌地往下落，我一头扎进周卓清怀里，委屈巴巴，哪有你这样的人啊？说是替我妈妈完成梦想，怎么还顺手把她女儿给泡了？所以戒指呢？周卓清自身后掏出一张设计纸，这个可以吗？浅浅，让我们成为自己设计作品的第一个客人吧。原来他早就设计好了。我爸公司倒闭了，小三和张汉蛋见状不妙，早就卷铺盖跑路了。毕竟当初是这急忙慌地搬进我家的，在之后我爸一直因公司危机筋疲力尽，所以俩人到现在也没有领证。而如今我爸大厦将倾，一无所有，还被列进了失信名单，小三当然不会陪他风雨兼程了。深夜，我爸喝醉了酒，坐在我工作室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当初不挺你妈妈的，不该受那贱女人的蛊惑，爸爸后悔死了。好浅浅，你原谅爸爸，从今往后爸爸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如今爸爸一无所有了，商场失利，感情也没了，到底是我亲爸，我不忍他难受。我同他一起坐在台阶上，安抚似的拍了拍我爸的后背，爸，别伤心了，给你看个好玩的。我爸泪眼婆娑看我，我自周卓清手中接过2个红本本，摆在了我爸面前。虽然不懂你的痛苦，我反正是情场商场都得意了。我爸哭得更伤心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